这个就是子泥岛，非常漂亮的一座小岛。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大池塘、古村落，还有人这边修建了2个很大的园林。这一段呢应该是下午时段最好的这个时辰了，向着西骑行，迎着夕阳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广州影视拍摄工作站紫泥塘创意园。这条河道真的够宽可以容纳更大船通过，应该也没问题吧。我上次呢是从前面骑过来的，现在呢我相反方向骑过去。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宝墨园进园的这条大道门口开始我第2段的骑行。刚刚呢我从祈福新村顺着4条水道，然后一路到了这里，大概骑了15公里左右吧，花了1个小时左右那现在呢我打算进到宝墨园所在的这个紫泥岛上，然后再去骑一遍紫泥岛的环岛路，大概一天下来呢应该也有接近10来公里吧。那我们这段呢就缓缓的骑行休闲式骑行，再去重温一下紫泥岛环岛骑行道的非常漂亮的景色。前面我已经看到环岛路了上一次呢我是右转骑行的，今天呢我就想倒过来从左侧那边骑过去，会经过宝墨园还有南岳园吧，然后也会沿着河边的道路来骑行。我们来看一看这边专门有写美善紫泥匠心之岛环岛路。那我们就从这边出发，开始我们在紫泥岛的环岛骑行。我看这边好像也铺了一些紫色的骑行道那我看看这个沿这条道能够去到哪里这个就是紫泥岛，非常漂亮的一座小岛。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大池塘、古村落，还有人这边修建了2个很大的园林。看看右侧外面呢就是紫泥河一条水道，我刚刚就从那边过来的，我还可以看见那个龙湾村的水道。
就这段路呢是以前铺设那种石板路啊，稍微有点笨。在这个附近啊，像济尼岛这样的小岛，其实很多很多个。这边几乎所有被称之为陆地的地方，其实都是有江围成的一个一个的小岛。这句话的好，终于骑完了这条跟屁股的石板路啊，我们又回到了这条紫色的乡道上来了。这里一派水乡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河岸底下都是各种植物啊。这条骑行道的左侧里面呢，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农场。这一段呢，应该是下午时段最好的这个时程了。向着西骑行，迎着夕阳啊。当然，太阳还远远没有下山，但是太阳光照在脸上，感觉很温暖。我也见到了马路中间保存下来的这棵大榕树。
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这边边上的休息的设施还没搞好，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完善。以前呢，到了这边呢就过不去了，因为有一个大的单位把它拦住了去路。现在呢都已经彻底打通了，这感觉就非常之好了。刚刚用完了1块电池，今天出门可能少带了1块电池，不知道3块电池能不能坚持到我回家呢？不用管它了啊，我们要往前骑就是。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广州影视拍摄工作站紫泥塘创意园。这已经来到了紫泥塘了。现在你看啊，紫泥塘那边也修整一新，建了很多的摄影的工棚，还有工作室吧。应该有很多电影的镜头就在这边拍摄或者是制作的。你看啊，这边应该都是一个个的摄影棚吧。那以前这边呢是紫泥糖厂，华南区摄影器材供应基地。看来正儿八经要搞这些影视产业了啊。这个残留着很多的以前的厂房。这是一家50年代有苏联援建的糖厂，是一个国营单位。当然以前也有很多苏联的专家，所以这边呢也有很多以前让苏联专家休息的一些房子，他们把它建成了一些舒适的这种建筑风格啊。但是主要呢还是厂房。这个厂呢站着在边上有一条河，所以它拥有自己的码头，所以运输呢是比较方便的。但是这些老的国营厂呢，到了如今讲究市场经济的年代，基本上都经营不下去。各种的道理啊，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思量明白。今天呢，我就偷懒了，就是沿着这条漆成紫色的七星道骑行。
其实它中间呢还是有一些设施值得逛一逛的，但今天我们就不去逛了。我说的那些舒适的小楼呢，这是左侧的这些楼。你看啊，这些楼还是被保存了下来。紫泥塘文化创意园是这里的名字。好，现在呢我就骑出这个创意园啊，我们继续在河边继续骑行。骑行到断了。紫泥取水泵站在我的左侧，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水厂。哦，这里不少女孩子骑行。穩住個軚，一定要穩住個軚。變個速啊嘛，晴晴係啊，變快啊！这一段的骑行道比较窄啊。南班顺水产品交易市场在我的左侧，上次我从前面骑过来经过的。
这里就很开阔了。你看啊，这个水道中间停了很多的船只，还有很多大船都是运货的，在这个地方通过。对面还开过了一艘蛮大的船，装载的是那种集装箱啊。这个船真的蛮大的。如果这个河道啊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都这种船在通过的话呢，这个就肯定是代表着经济就好转了。我们来观赏一下啊，对面这个集装箱的应该是内河的这种货船。这条河道真的够宽啊，可以容纳更大的船通过，应该也没有问题吧。这条船叫什么？哦，航运81吗？我很少在这种内河的铁路看到运这么多集装箱的船啊。你看啊，前方有一座大桥，我的右侧往前去呢，又是一座大桥。这边很多大桥，这些水道都非常的宽了。啊，这边是分叉的地方，向左沙湾水道，向右是顺德水道。这条道又在修了。到这边呢，我估计大概在这个岛上环岛骑了1半左右的路了。
大义围环岛路。我刚看到边上有很多牌子写着生命在运动，健康在运动，但是每个人的认知是不同的。其实人的生命的长度大家都差不多，即便你是帝王将相也难有活过100岁的。而普通老百姓即便啥也不做，就是一个温饱，说不定也能活到个80、90。那么对于那些靠运动让自己的身体充满活力，并且做事呢更有效率了，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热情满满，充满着对生命的热忱。就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一种悖论如果你是以生命的长度而论，其实你啥也不用做，每天躺平，以最低的消耗，那么说不定也能活个80、90。即便是你每天都在做事，每天都在运动健身，即便是你事情做得天那么大，到最终呢，如果以长度论的话，大家其实也不分彼此，不相上下。但是如果说以生命的丰富，以一个生命的宽度而言的话，那不用说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他可以做别人1、2千年都做不到的事。虽然最终的结局呢，都是要回到来路上但是自我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可能就是大家对生命、对健康、对人生的不同理解觉得也没什么对错吧，根据自己的认知、自己的理解活着就好。关键是自己要觉得活得开心。前面那座桥呢，应该是一座高铁桥，我看到有高铁经过。这个岛上也有这种4轮的单车，应该是租用的吧，就是一家人都可以在这边缓缓的骑行休闲。
我上次呢是从前面骑过来的，现在呢我相反方向骑过去。这条路呢以前就是通的它只是岛上有几个地方呢原来是被堵住了，现在呢彻底打开以后变成了环岛骑行路了。这地方有两只猫咪。Hello， 小猫咪。就在马路上玩耍。前方呢就是紫泥大桥了，刚刚就从紫泥大桥下来的，应该很快就可以骑到终点了。今天是第二次环紫泥岛骑行，感觉还是有些不太一样一个呢，今天天气好。第二个呢，它边上的很多休闲的设施基本上已经弄好了。其实，如果大家骑行觉得累的话呢，是可以在这些设施
好好的休息。我觉得特别对不是经常骑单车的人是需要的。看来是我搞错了。现在头顶的条呢，应该是一条高速公路吧，应该是东兴高速，而前面那条呢才是子尼大桥。现在呢，在子尼大桥的桥下穿过，前方呢就到了环岛路的起点，也是我今天在子尼岛上骑行的终点啊。这一段呢，我就单独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虽然跟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子尼岛骑行有雷同，但这次我是相反方向骑行的，而且骑行道边上设施呢也更加的完善了。我觉得这还是有意义，分享给大家。好了，那我们就在这个终点呢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我们等一会儿呢还要从这边骑回家去再开始我第3段的骑行。谢谢大家的陪伴、跟随和观赏，我们一会儿见，拜拜。